价值观来取代中国的价值观。然而，站在3家出版社背后的教育主管部门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。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民间热热闹闹成为一个公共事件，但是它其实就是对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其实是没有什么影响。我们以为放了很大的一炮，结果就有点像鲁迅所说的这个无物之阵，好像进入了一个鬼打墙。说你在那边举起头枪，结果发现没有对手。一度，第一线希望吸引更多的一线语文教师加入会诊的队伍，因为只有营垒内部的反戈一击才最有力量。然而，迄今为止，这个群体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。为什么你们不能保持沉默？因为你作为一个人，你是会思考的，机器是不会思考的。如果说你愿意把自己看作流水线上的一颗钉子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不思考。以前这个事情很热闹的时候，就有记者问我，他说：“那你觉得这个教材有毒？那你不是也读这个教材长大的吗？怎么没把你毒死啊？”如果是有更好的小学教育、初中教育、高中教育，我们这些人每个人都会更加出色，他会找到他自己、他的幸福感、他的价值感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定位，他会更加准确。2010年前后，对小学语文教材的质疑不断浮出水面。与此同时，几套被称为民国老课本的读物在民间悄悄走俏。古师傅你好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深圳文化学者邓康炎在腾冲的古玩市场中偶遇了一箱旧书，夹杂其间的几本民国时代的老课本，让他爱不释手。我认真的，我翻了2、3册课文以后，我一下我就放不下去了，因为又很短，朗朗上口，又有插图，就觉得开始是觉得挺好玩的，等到后边呢，就觉得有种说不出的东西，就是有点这个肃然起敬的那种感觉。茶几上有针有线，有尺子，有剪刀。我母亲做几钱，取针穿线为我缝衣，全是白描，没有什么小，但是慈母手中线的那种意境跃然于纸上，这是亲情。3只牛吃草，1只羊也吃草，1只羊不吃草，它看着花。他突然最后一句话，他看着花，你就觉得这个羊是一个艺术家。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啊，尤其是小学课本，这猫啊、狗啊，然后春天啊，什么风筝啊，他真的把你当一个小孩对待啊，然后所有编课的人有种慈悲心，有种父母心。静听，哥哥讲故事，妹妹静悄悄，一面侧着耳朵听，一面睁着眼睛瞧。这时候，木马不跑，土鸡不叫，玩偶不闹。他们为什么不跑不叫也不闹？原来是大家听呆了。我觉得说千道万，唯有把一些普世的、常识的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道理和你眼前的能看得着、见得到的景观，用最简洁明朗的生动的语言描述出来，这就是好的课文，这就是能影响孩子们的一生。透过老课本，人们感受到的是开放而质朴的时代气息。他们的编纂者大多是一时精英，蔡元培、叶圣陶、丰子恺等大家不惜放下身段，为小学生斟酌字句。民国时代，教材的出版呈现开放的格局，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开明书店、北新、大东都有自己的教材，学校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。1949年以后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权被教育部收回，仅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独家经营。其实按道理